欢迎来到我们频道。今天呢，我们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冬季的房车使用指南。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气罐，这是丙烷气罐，是2个30磅的丙烷气罐。这丙烷气罐在房车中呢，就是要给房车提供供暖，然后热水器、做饭，就全部都要使用这个丙烷气罐，所以是很重要的一环。像丙烷气罐，它有很多种大小，就像我们手里这个，就我们平时露营出去带的，是一个5磅的，会比你带那种1磅的气罐就好用很多，而且还可以连续加气。然后一般房车呢，他们配备的是20磅气罐，但是我这个其实已经换成30磅，只有20磅气罐大概就比它小这么多。很多房车现在它就给你配备的这些设备高度是可以让你直接从20磅换到30磅，就如果你自己有需要的话。这20磅的气罐有什么优势呢？20磅的气罐有很多地方，就像沃尔玛，然后那个 Home Depot 这边很多加油站，它都是直接可以就是交换的。你拿一个旧气罐、空气罐拿去给他，可以，就比如20块钱拿一个新气罐就走，不需要等待加气。那这个30磅呢，它就需要你去找这种专门的加气站去给它加气。当然，美国加气也很方便，像美国那个 U-Haul 就是搬家公司。还有很多的那加油站，他们都有加气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20磅换到30磅呢？就是30磅，它就肯定是比20磅大很多。然后它在续航方面，在冬天，像我们那个暖气每天都是不停的打开的情况下，在屋里维持在20度温度的情况下，这个30磅气罐2个，我们可以用25天左右。但是如果你用20磅气罐的话，就只能用到15天左右，会多10天续航。多10天续航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经常路上旅行，所以这个多10天时间是很必要的。我们不需要到处去给它加气。但我们住在这个房车营地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在空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气罐拿下来，就给它放到路边。放到路边以后，每天会有人在工作时间，他们会直接把气罐给你拿走，给你加气，帮你加气加好，然后会直接从你卡里扣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对面房车，他们有一个大气罐，看到了吗？他们那个好像是100磅的气罐，100磅还是80磅？那个气罐就可以在附近的这些加气站租，他们会给你送来营地，就你不需要特别频繁的更换。这是要讲的第一点，冬天露营的。我们还见过更大的还有更大的，那个好像是300磅、400磅的一个，那个就给你蹲在地上，特别大。我们回头找一张照片放上来。我们现在讲讲冬季露营的下一些的注意事项，然后就是冬季最主要就是这个用水。你进到房车营地的这个水管，你贴近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的。它一般是会有一节裸露的水管在地面上，它在地下它冬天是不会冻住的。但是这个地面上的时候，当你水管打开，你没有这种防护性的保护设施，它就会冻住。冻住了以后，它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房车营地的使用。整个房车营地水管有可能会整个被冻住，或者整个爆掉，他们都会来找你，让你来修这个。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先做什么呢？首先你要在很多这种美国的这种建材商店什么，他们都有卖这种加热线。这种加热线呢，你可以看到这边，给它接一个电线，对，插电的。然后它这头是温度传感器，然后你就把它接到电上以后，你就要一节一节给它缠在这个水管上，然后外面最好要用这种保暖的这种材料给它包裹上，用胶带缠好。这样包裹住整个的这个水管。当你打开水管的时候，它这个传感器感觉到温度降到0下以后，它会自己开启调节温度，然后保持着一个水管冬天不会被冻住。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自己接这个水管，从这个水管呢一直到自己的房车，你冬天要使用这种加热水管。它也是同样的，它这儿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它带一个那个加热电线，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它缠在自己这个水管上。他们自己已经包好了这个保暖材料，然后也是另外一头是接在那边的电线上，然后接到你的房车上，然后这边用这些也是保暖材料包裹到他们和水管连接的部位，这样这个水管也不会冻住，冬天你是能正常使用你自己的上水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冬天的房车水管很容易被冻住，冻住了你就什么也干不了。那我们来这个营地 host 的时候会过来检查，对他们对监督你。对，冬天的话就是很多美国营地都会关掉，因为太冷了。所以因为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他们会把整个营地搞坏，所以很多营地冬天都不开。没水就
就是他们或者有些营地开队，我们去过一个营地，他们把上水下水全部关掉，但他不告诉你。是我们谁开的？我们本来是要在那边计划很好的一个营地啊，风景很美，就在湖边啊。我们本来计划是要在那儿工作休息一个礼拜，结果去那儿没水没电，我们最后就只能返回那个之前的一个城市里找这个营地。这是第2点很重要的东西，须知。我们再说第3点吧。第3点也就是比较正常，就像这个黑水，你可以看这个黑水，它是有黑水灰水，它有2个阀门。这个阀门呢，当你在一个地方温度持续在零下之后，你很有可能就在你排完一次水以后，水如果没有排干净，它会把你整个阀门冻住，然后你在零下的时候你就打不开了。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是没办法解决的。你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就等温度上了0上以后，它就能拉开了。如果温度不上0度呢，你怎么办？它有卖那种加热灯泡或者是吹风机了，你就拿你家的吹风机开热气一直吹它，或者小太阳烤它，对，说不定就能化开。但是其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就冬天的话，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在一个营地，比如说待上2、3个月啊，你像我们比较懒，我们在这待了1个月，我们也没有做这个保护群。保护群是什么呢？我们看下对面那个，他们家做的比较丑，别人都做的很好。这个是很便宜的一种做法，就是也是用这种泡沫板把整个房车的这个侧裙，看我们这边吧，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做嘛，就把这个侧裙整个包住，它在里面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这样你从你房车上面的热气会下去，然后下面你也可以放一个那个热灯泡，在里面保持一个温度，这样它就不会被冻住。就相当于给这个房车穿上裤子。对，穿上裤子，给它做一个密闭空间嘛。下边全都围起来对一圈。因为为什么我们也不做呢？因为我们这个房车是现在比较好的一种材料，到时候我打到弹幕里啊，反正就是纤维一类的，它保暖效果比较好，而且它们的那个墙壁比较厚。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对面的那家他们家的那个房车是那种 skirt， 这种 skirt 这种侧裙比较贵，这种侧裙大概是做一套要2000、3000美金，差不多。他们家这么大的，它是有点像那种很厚的油的那种叫什么防雨布什么的。防雨布，就它比较厚实、很沉的地形。就刚说到那个玻璃纤维这个材料，为什么我们也不做侧裙呢？因为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厚度，我们这个厚度是比一般房车的那个门啊什么都要厚的，所以冬天在里面就是密闭好的话，也不会觉得冷，保暖效果也很好。那有些房车，现在很多房车为什么要做这些侧裙保暖？是因为它们本身密闭效果就不是很好，保暖效果也不好。其实比较老。对，就有些是老房车嘛，但也不是说老房车，就是很多房车生产厂家他们为了节约这个成本，他们就用一些比较老的材料，他们不愿意用这种新式材料。还有大家就是买房车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多冬季露营需求的话，你也要认准，很多房车上会有这个标志。这就是舒适包，就它会在寒冷天气和炎热天气，它会有专门一些设计。就比如它的寒冷天气设计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厚度就比较厚，而且它的密闭性比较好，所以而且它用的现在用的这一个暖气叫 Truma 一个牌子，是一个德国牌子，这个牌子的暖气就是效果特别好，而且就是制造的空气比较干燥，你不会在里面就是很湿润啊，会有一些结露啊之类的。是空调？不是空调，就是我们的那个，用我们丙烷加热的那个热风机，对，然后还有它夏天也是会把冷气留在里面更久的，不会让就是因为暴晒啊，温度会上升很快，就要认准这个标志。很多房车上都有，它名字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会写不同的，就是让你寒冷天气和炎热天气都可以使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冬季露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能看到里面这些反光的这些吗 ？Insulation 就这些铝的这种铝片，保温层，对，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贴的，原车什么都没有。所以那天我打开以后，就有一天我们在特别冷的地方，我就发现冻着的，然后冻着是哪儿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
和这个蓝色的就是原车的水管，就这个水管只要冻住了，你整个车的水循环就停掉，就不管是底下有没有加热，它都用不了了。对，我们那个 tank heater 其实一直开着的，但还对，tank 是冻 heater 的一直还开着，就是给底下水箱加热的那个加热丝开着也不管用，就因为里面冻了。所以你看里面我还专门放了一个这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呢就是在外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温度计。对，在外面能看到它的里面的温度，上面是里面的温度，下面是屋里的温度。你看，里面现在7.7度，这还是我们做过保暖的，外面20，就是车里是20度。就晚上车里可能10几度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只有2度。就如果你不做这个的话，话啊，对，就2、3度。而且我们现在在营地呢，就是你看这边是它那个热气加热的一个管道，通过这儿。所以就是你还必须冬天把房车自带的暖气，就是你不能因为省气啊什么也要把它打开，它会给这个屋里面提供额外的温度。还有底下这个能看到这白毛巾吗？能拍到吗？能拍到啊，它就这个原来这个是一个洞，它就没有封。它所有那些进管啊什么的地方的那个洞，它都没封。然后后边那个墙上的是因为我铺了那个保温的那个层给挡住了，其实它那些洞都开蛮大的，它就没有封。对。然后手伸进去一摸啊，洞那儿呼呼进风。我们自己的锅盖掉进去。所以就是冬天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房车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你也要打开看一看有没有漏风的地方。因为之前没有做的时候，我手放进去就能感觉呼呼的凉风就从这边。对。所以这冬季使用房车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水管、排水管全在这里面，然后那边就是房车墙，接着墙外。有可能不同的房车这一块在不同的位置，但我的这个就是在炉灶下边的抽屉后边。下一个冬季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2个东西。这个呢是一个温度计，看一下，它这个温度计呢可以接3个传感器，它本身自己是一个传感器，就平常放在屋子里。还有一个传感器呢，我是放在了那个房车看不到的管道的位置，在里面。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抽屉后边。对，它是可以监测里面的温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多一个的话，还有可以放在车外，看车外是多少度，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它上面同时显示3个温度。对，但我只有2个，没有外面的，外面就大概就行了。然后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可以联网的、连 WiFi 的一个温度计，就是在我们不在车里的时候，它可以监控在车里现在是多少度，不管是夏天还是天气冷的时候，就对有宠物的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经常出去 hiking 或者是越野，会出去半天大半天的。对，有些时候很多地方现在不让带狗，就是国家公园的很多徒步的路线不能带狗，所以就是把它们比较留在家里。这个我们手机上有一个软件，把它留在房车里，然后手机上有个软件打开可以看。对，手机上可以看。下一个呢，就推荐的就是这个东西，看，它是平常可以这样封起来的。这原本是房车的这个通风风扇，原本的房车通风风扇是没有任何遮挡的，就这样。对，就是这样一个。但冬天呢，你把它这样敞开着，它可能这儿会透风了，所以就是我们这儿有这种粘条，把它粘起来，然后把这个可以这样密封起来。密封起来呢，它就是完全密封的。这儿是不会有任何凉气进来，也不会有任何热量的流失。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它是带磁吸的，就可以这样，这几折折起来就很方便。你想开多少开多少，冬天可以不用开那么多，它也能起到通风的效果。然后我们装了2个在里面，一个是这个的，对，还有一个在卫生间这儿装的也有。就是我们一共2个风扇，所以也就配上了这个。对，这个冬天也很重要。有几种形式，一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最好用。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像大枕头一样的，有厚度的块块，直接塞进去啊，直接顶进去。但是那个东西你用的时候就把它整个拿下来，而且你还得找地方放它，而且不能像这个一节一节的打开。这个就好在这儿。对，因为所有的门窗和这个其实冬天夏天你都能用，都是有透风和就是漏温度的地方，所以加上这个冬天就可以保暖节能。对，这冬天夏天就都能用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冬季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窗户的保暖。看我们这个很潦草做的，就太懒了，就做成这样。
冬季的房车最大一个透风的地方进来就是这个窗户，你就是冬天使用的时候，你手放在窗户这儿，你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这边会有地方一直在漏风，而且玻璃它的保暖效果肯定不如这个墙，因为我们这个墙是 Austell 就是复合材料的那种，叫什么玻璃纤维还是什么？好像是上次查的那个。Glass fiber， 对 ，glass fiber 就是玻璃纤维，它是复合材料，它不是用木头做的，所以它就保暖性能会比木头强很多，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就是冬天它不会吸潮这个材料。对。但是呢，就是冬天就一定要把这个窗户封上，如果你车的保暖效果不好的话，因为我们只做了这一个，为什么我们其他窗户都没做呢？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房车保暖效果还不错，然后我们又一直在移动，对啊，在移动，所以就没有做了。没时间做。那原来的计划是把每个窗户都做上一个用这个保暖涂层的这种纸垫子，给它加一层。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明显感觉到，就这个纸窗户啊，它虽然很不怎么样，但是它拉下来之后，就能很大程度上隔绝窗户那边的凉气。对，你就能感觉到你手放到这儿是没有凉气的，但你手放这个侧面还是有一点凉气的，对，所以它是起到有一定的那个隔绝凉气的效果。对，所以中间，因为它毕竟是形成2个层，它在里面形成了一个保暖层，空气在里面会有个隔绝作用。所以就是便宜的做法，你就自己买一卷 insulation， 然后裁成跟窗户差不多大小的，把它封在那儿就可以了。便宜的做法就是不用做它，你就把暖气开大就行。暖气开大也费钱呀。因为做这个其实也费不了多长时间，也花不了多少钱，就把它粘住就好了。保暖节能，是吧，Vin？视频的最后呢，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房车营地各个家做这个侧裙不同样的做法。首先他们家呢是用这个胶质的一个软的塑料布，应该也是最便宜的一种做法。这个呢大概做出来可能就100块钱就能搞定，就是买塑料布加上这个铝箔纸。他们家的这个呢就用的叫做一个 Easy Snap 的系统，他们是一个网站专门做房车侧裙定制的，你可以把你的房车的尺寸发给他们，他们会寄给你一套包括侧裙还有这种 Snap 这种暗扣，用这个暗扣呢可以很方便的将它固定在你的房车上，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很方便的取掉，就比较方便于旅途中的使用。这一家用的是塑料泡沫板的固定方式，它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就是一个就是保温性能相当好，而且它很便宜，这个加起来这一套下来只用300块钱。但缺点也很明显，它就只能是一次性使用。不过你要是愿意把它每次拆掉放在房车里，也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冬季使用房车最重要的一环——室外水管的保温。大家可以看到我买的这个就加热线，电加热线是在 Home Depot 买的，稍微买的长了一点，一般就是标准水管大概买6寸吧，还多长就够了，不用买这么长的。那长的呢，也可以就像我现在这样，你分为2节，一边固定一下，就这样固定下去就可以用了。当然你只固定一边其实是够的，就够给它起到一个加热的作用，不至于冻住。这第一步呢，我就把它固定成我想要的形状，然后用胶带纸，它一定要用这种电工胶带，然后要选温度一定要到200度以上的电工胶带，才能安全的使用这个电加热电线。这里说的200度呢，200度是200华氏度，大概就是80-90摄氏度的样子。用这个加热电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加热电线一定要移直向上或者垂直向下，千万不要螺旋着缠或者交叉着缠。这样呢，它如果2个电线挨在一起，可能会造成过度加热，可能会烧毁整个线路。如果你真的在特别冷的地方，想要起到更好的加热效果，可以买像我这种长的电线，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分裂在水管的2侧，效果应该会更好。最后这个多余的电线呢，就把它捋顺了，放在一边，不要让它和其他线路交叉就可以了。在最后呢，我们还需要用一些保温材料来包裹住这个水管和加热电线。其中有2种做法，一种是用这种保温胶带，它是铝制材料的，有厚厚的保温层，它可以一圈一圈的缠绕在这个水管上，
保温胶带的优点呢，就是保温效果好，而且方便使用。但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价格贵，而且就只能一次性使用。当你把它拆掉的时候，它就已经都烂掉了。另一种做法呢，就是所有建材超都有卖的包覆水管的塑料泡沫。这个塑料泡沫呢，它的优点呢就是价格低，而且可以重复使用，而使用方便。缺点呢就是没有铝制的这种保温胶带保温效果好，但是我在零下15度的地方测试过，它的保温性能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房车使用、房车出行的问题，以及对我们视频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我们都会一一解答，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欢迎关注、收藏、转发我们的视频，让我们下期再见吧。